凯特，我以前一肚子饿就想找东西吃，现在一肚子饿反而觉得升糖素在帮我燃烧脂肪，爽得很呢。等等，以前的确认为升糖素升高可以促使脂肪燃烧，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升糖素的升高是不是可以帮助脂肪燃烧还很富争议哦。因为升糖素在脂肪细胞的升糖素受体表达不足，跟升糖素存在于肝脏的受体量可以说是天差地别。比如日本名古屋大学医学博士林义龙就在2021年一篇他刊载在国际期刊的研究论文里指出，尽管研究显示升糖素可以刺激独立细胞中的脂肪分解，但脂肪细胞中升糖素受体表达量与肝脏细胞中的表达量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升糖素是可以促使脂肪燃烧没错，但那主要是为了帮助肝脏的脂肪分解，也就是说以前认为肝糖存量消耗到2/3的时候，升糖素就会刺激脂肪分解，但其实那个分解是为了让肝脏脂肪分解成脂肪酸和甘油，让甘油去做糖质新生转化为葡萄糖，释放到血液当中，以防止血糖太低。所以升糖素主要分解的是肝脏脂肪，不是身体脂肪细胞的脂肪，充其量就是减少脂肪肝，而不是消除你的腹部肥肉哦。因此你饿的时候只是你的血糖太低，刺激下视丘的饥饿中枢分泌饥饿素所造成的，或是生理时钟到了饥饿素该分泌的时间而分泌饥饿素，跟你燃不燃烧脂肪没有绝对的关系，你不要高兴得太早哦。真的吗？但我还听说空腹吃脂肪跟蛋白质可以刺激升糖素分解脂肪，这难道也不是真的吗？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做相关研究的学者有些是生酮饮食的提倡者或爱好者。我对生酮饮食没有意见，但能够说服我的必须要符合生物逻辑跟科学实验。你提到的问题关系到人体的能量平衡，也关系到调控血糖的2大激素和其他激素对人体能量代谢的综合影响，在减肥界是一个很具争议的话题。到现在科学家并没有共识，但具体而言，要达到燃烧脂肪，除非是你体内的糖能源不足，否则要燃烧到备用能量，那可没这么简单。不过你今天既然提到了升糖素，我们干脆先来深入解析一下升糖素和胰岛素这2个激素好了。到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你刚说的空腹吃脂肪跟蛋白质可以刺激升糖素分解脂肪这个讲法里最著名的 IG 比。这个 IG 比是细胞生物学者班杰明·毕可曼提出来的。IG 比是指胰岛素跟升糖素的分泌比例。毕可曼认为3大营养素的摄取与否跟 IG 比大有关系，并且大大影响着脂肪燃烧哦。这个有意思，如果他的论点千真万确，那我们要减肥就可简单了，只要挑对营养素吃就可以啦。没错，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胰岛素跟升糖素到底对我们人体有什么作用。威廉，我问你，你知道为什么血液中维持一定浓度的血糖非常重要吗？那还不是因为红血球没有细胞核，也没有粒线体，没有粒线体就没有办法做氧化磷酸化这个需要氧气供给的产能大循环，所以红血球需要能量载体 ATP， 就一定要葡萄糖来做无氧的糖酵解产能，像脂肪的贝塔氧化还有酮体的产能都要在粒线体进行，所以脂肪无法提供红血球能量，因此血液中维持一定的血糖浓度就非常重要，因为没有血糖，红血球就没有办法运行了。那就像肌糖也要储存一定的量，但肌糖用完了还可以用脂肪，可是红血球没有粒线体，只能依赖葡萄糖，所以血糖浓度必须维持在每公升90毫克左右，太高会伤害其他器官，太低红血球的能量无法提供，这也不行。当然血糖的维持稳定对提供大脑或其他肌肉组织器官的养分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关系到血液中的渗透压问题，这也是关键因素之一。没错，而调节血糖浓度的重大任务就落到了胰脏身上了。胰脏中的胰岛是一群细胞团，细胞团里有各种细胞，负责分泌很多不同的激素，其中贝塔细胞会分泌大家熟知的胰岛素。贝塔细胞是胰岛群中最多的细胞，占有65到80%。
第二多的是阿法细胞，占有15到20%，则是分泌跟胰岛素拮抗的升糖素。也就是说，当胰岛素上升的时候，升糖素就会受到抑制；升糖素上升的时候，胰岛素就会受到抑制。这两种激素会共同调节血液中的葡萄糖浓度，尽量让血糖稳定。当我们摄取含有糖类的食物，最后分解成葡萄糖进入血液中，胰脏的贝塔细胞就会分泌胰岛素，透过胰岛素受体将血液中的葡萄糖送进各个肌肉或肝脏细胞中，储存成肝糖或肌糖，以便让血液中的葡萄糖浓度降低到一定的程度。当我们进食2-3小时之后，血液中的葡萄糖浓度持续降低到一定浓度，升糖素就会开始分泌，以促使肝脏分解肝糖，释放到血液当中，让血糖不会持续下降，以保持血糖的恒定。而在肝糖快要枯竭的时候，升糖素就会开始分解脂肪。除了释放肝脏里的脂肪酸到血液当中，最重要的是取得三酸甘油酯中的甘油去做糖质新生，以产生葡萄糖，免得肝糖分解光了，无法提供血液中的葡萄糖需求。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毕可曼教授在2018年提出的 IG 比，到底是不是减肥成功的关键呢？这我可要竖起耳朵听啦。毕可曼教授说，胰岛素是一种合成激素，也就是同化激素，有助于合成，所以胰岛素分泌的时候，可以促进肝糖跟肌糖的合成，也可以促进脂肪的合成，更可以促进蛋白质的合成，这我们大家都知道。而相反的，升糖素可以刺激脂肪的分解，但是因为升糖素在肌肉细胞中没有升糖素受体，所以升糖素无法促进蛋白质分解，只能促进脂肪的分解。还说摄取脂肪会刺激升糖素的分泌，所以摄取脂肪有助于脂肪燃烧哦。等等，你刚不是讲日本教授说脂肪细胞的升糖素受体表达跟肝脏比起来可以忽略不计，那升糖素还有办法帮助脂肪分解吗？它进到脂肪细胞的量可能很少呢。没错，这部分比较有争议。如果升糖素真的能够帮助脂肪燃烧，可能也没有我们想象的效果那么大。所以光靠不吃淀粉，不刺激胰岛素，让升糖素维持在高浓度的情况下来帮我们的脂肪细胞分解脂肪，可能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证实，让科学家可以取得共识。至于摄取脂肪能不能刺激升糖素的分泌，则我在2004年出版由众多科学家联合撰写的内分泌百科全书里查到的一段说明。里面说，血液中游离脂肪酸的增加及其随后进入细胞的过程，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葡萄糖的稳态。这些影响包括对激素分泌的直接作用，像是对胰岛素分泌有中度刺激作用，对升糖素和生长激素有强效抑制作用。我们知道，血液中游离脂肪酸高，就是指我们在摄取脂肪后，携带三酸甘油酯的乳糜微粒会进入血液中，进而水解出游离脂肪酸在血浆中。既然升糖素会促使肝脏分解脂肪，释放出脂肪酸，那么从生物逻辑上来看，摄取脂肪就不应该会再刺激升糖素，因为那会造成血液中的游离脂肪酸更多。血液中有太多的游离脂肪酸就是高血脂，这并不是好事。人体应该不会在这么重要的营养素上有这样的设计。而空腹摄取脂肪会看到升糖素的出现，并分解肝脏的脂肪，那是因为血液中的血糖太低了，而血糖低的危险性大于血液中游离脂肪酸太高的危险性，所以这时候升糖素必须促使肝脏分解脂肪，游离出甘油去做糖质新生。升糖素的这个做法是为了血糖恒定，不得已才促使肝脏分解脂肪，怎么还会继续去促使脂肪细胞大范围分解脂肪，而让血液中充满更多的游离脂肪酸，去等待肌肉那些细胞抓取脂肪酸来燃烧呢？另外，这部内分泌百科还说，血液中的游离脂肪酸增多会刺激胰岛素分泌，这也非常合理。因为胰岛素会命令脂肪细胞抓取脂肪合成脂肪，所以血液中在游离脂肪高的时候会刺激胰岛素分泌，来防止血液中的三酸甘油酯太高，是非常符合生物逻辑的。因此在没有更具说服力的科学研究出现之前，我还是没办法相信摄取脂肪就可以刺激升糖素分泌，而就算可以刺激升糖素分泌，是不是就可以有效造成脂肪细胞大范围分解脂肪？以目前的研究看起来，脂肪细胞上的升糖素受体跟肝脏比起来的确很少，
所以在这两个基础上，也就是摄取脂肪会刺激升糖素，跟升糖素会促使脂肪细胞大规模燃烧脂肪，都还有争议的情况之下，毕克曼教授所谓胰岛素跟升糖素比值是造成脂肪是否分解的论点就缺乏有力的支持咯。你的意思是你不相信这套理论哦？我还以为我以后改吃红肉，尽量不碰淀粉，就可以一直压抑胰岛素，让升糖素不断帮我燃烧脂肪，好让我彻底摆脱肥胖呢。